今天我们来深入聊一份文件，一份很可能会重新定义未来全球格局的文件，就是这份2026年美国国防战略。它的核心理念其实非常直接，也非常有力，就是6个字：以实力求和平。这标志着美国国防政策的一次根本性大转弯。一说到美国优先，很多人是不是下意识就觉得，这是要搞孤立主义了？但有意思的是，这份战略文件开篇第一句就直接把这个想法给驳回了。他说，这并不意味着孤立主义，恰恰相反，它意味着一种专注的、真正具有战略性的方法。你看，这句话很关键，它一下子就为我们理解整个战略定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调子。好的，那咱们今天就分4步走。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新战略，然后呢，深入了解一下他眼里的世界到底有多危险。接着我们会拆解他提出的4大核心行动方针，最后我们会一起提炼出贯穿始终的那个核心理念：以实力求和平。行，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一种新的国防战略。这里我们重点看看这个战略到底新在哪儿，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你看这个日期，2026年1月23日。这份战略传递的信号可以说是非常明确了，就是要跟过去彻底划清界限。文件里反复强调，这绝不是什么小打小闹的政策微调，而是一次深思熟虑的根本性的路线修正。那它到底要跟什么过去告别呢？文件的矛头直接就对准了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他批评说，之前的那些政策为了追求一些不切实际的所谓的乌托邦理想主义，不仅白白浪费了美国的军事优势，更重要的是把美国最实际、最核心的国家利益给忽略了。好，了解了这个战略的出发点，我们再来看看它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换句话说，这份文件给当时的世界安全局势开出了一份怎样的诊断书？文件一上来，这个调子就定得非常高，也非常的严肃。他把当时的世界局势直接定义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危险的安全环境之一。这种说法一下子就把制定新战略的紧迫感给拉满了。具体来说，他点了几个名儿：对内是已经失控的边境，还有在西半球越来越猖獗的贩毒恐怖分子；对外呢，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你看，国内国外各种挑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异常复杂的局面。这里面有一句话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文件特意强调美国在整个西半球的利益也受到威胁。这句话为什么重要？因为它背后是这个战略的一个核心原则，有人把它叫做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说白了，就是把美洲自己的后院，它的稳定和安全放在所有事情的最高优先级。好了，问题摆出来了，那药方是什么呢？这份战略给出了4条非常清晰的行动路线，来应对前面咱们提到的那些威胁。大家看，这个签了字的页面，它就不再是一份普通的报告了，这就是一道命令。从这一刻起，所有战争部的下属单位都必须按照这个来办。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正式开始了。那这个行动计划具体要干什么？其实就4件事，4大支柱。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保卫美国本土；第二，用实力来威慑中国；第三，让盟友们多分担点责任；最后，给美国的国防工业来一次彻底的大输血。第一个支柱，保卫本土。战略明确说了，确保美国的边境、领空和海上通道的安全，还有打击那些贩毒恐怖分子，这是首要任务，是重中之重。这其实体现了一种安全观，就是先把自家院子扫干净了再说。第二个支柱是关于中国的，这里头的用词你看特别有意思，以实力威慑，但后面又加了一句而非对抗。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在印太地区从一个有底气的强大的位置出发，去创造一种力量的平衡。第三个支柱讲的是盟友，要盟友干嘛呢？多出钱，出多少呢？
一个可能会让很多人都大吃一惊的数字 ，GDP 的5%。这份战略直接提出，这要成为盟友国防开支的一个新的全球标准。这个目标可以说是相当有挑战性了。那么要做到上面这一切靠什么？这就引出了第4根，也是最基础的一根支柱：重振美国的国防工业。目标很大，要让美国重新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军火库。这样不仅能武装自己，还能武装自己的朋友。好，讲完了具体措施，我们退一步来看看这一切背后的核心思想，它的灵魂到底是什么？说白了，整个战略的核心就是一次思想上的大换血。以前呢是所谓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现在不好意思，换成了硬碰硬的现实主义。这已经不只是政策调整了，这是一种世界观的重塑。文件里放这张照片，当然不是随便放的。你看到特朗普总统在五角大楼的911纪念仪式上敬礼，这其实是在传递一个信号，把这份战略和保卫国家安全的这种决心死死地绑在了一起。同样的道理，你看这场战争部长二战老兵的合影，他想说的是什么？是时候了，要重新找回美军那种纯粹的战士精神，一种他们认为可能已经有些淡忘了的传统。所以你看，绕了一圈，我们又回到了原点，以实力求和平。这6个字就是整个战略的底层代码。他的信念就是，只有当你强大到没人敢惹你，强大到理直气壮的时候，你和你的盟友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所以这份文件它其实是画出了一条路，一条通往和平的路，只不过这条路是用绝对的实力铺成的。但它留给我们的，或者说留给整个世界的问题是，当美国真的走上这条路，它在全球舞台上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而这个世界又会给它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呢？